大家好，我是小胖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发生在北京375路公交车上的真实的灵异事件。那是在1995年的11月14号的晚上，大概10点左右，一辆375路公交车从圆明园的车站路过，这已经是今天的末班车了。司机和售票员呢，都是公交公司的老员工了，随意的在车上聊着天儿。车上的乘客很少，一对年轻的夫妻坐在司机正后面的双人座位上，还有一个年轻人和一个老太太坐在靠近车门的单人座位上。由于是末班车，所以并不赶时间，司机跟售票员有一搭无一搭的闲聊着。突然，司机大声喊了一句：“这些人怎么不在站牌上等车呀？”原来呀，有3个人站在马路上拦车。这是公交车司机最讨厌的事情。奇怪的是，那3个人还穿着古代的衣服。虽然讨厌，但司机还是一脚刹车停了下来。毕竟错过了，后面就没有车了呀。那3个人缓缓地走上车，2个穿着清朝的官服，中间的人穿着白袍，被2个人架着，看不清楚模样。3个人向车的最后面一排座位走去，大家都觉得这3个人阴气森森，还穿着这样的衣服，都有些害怕。本来几个在闭眼睛休息的乘客都起来了。大家都感觉到，从那3个人坐在后面开始，车里的温度似乎都降了下来，总感觉有阵阵阴森的寒气从后面传过来。大家不要害怕呀，他们肯定是附近拍古装戏的演员，可能喝醉了，没事的。售票员看到这个情况，赶紧开导大家。大家都觉得售票员说的有道理，心也就慢慢的放了下来。过了2站，那对坐在驾驶员后面的小夫妻下了车，车上的乘客就只剩下那个靠门坐的小伙子和他身后的老太太。老太太总是觉得后面坐着的3个人有问题，总是不时地回头看着。那3个人坐在那里一动不动，也没有一点声音，像是木雕泥塑的一样，很让人觉得诡异异常。老太太越看越觉得可怕，突然她从座位上猛地站了起来：“你这个小偷，把我的钱包还给我！”发了疯似的，死死地掐住了前面小伙子的脖子，喊着小伙子偷了他的钱包。你说谁是小偷呢？谁偷你钱包了？就是你，还敢狡辩！小伙子哪里肯让，拼命地挣开了老太太的纠缠。你不用抵赖，我都看见了，就是你把我的钱包偷走的。没想到老太太却不依不饶，死活就说自己的钱包被这小伙子偷走了。我说老太太，你诬陷好人呐！我什么时候看见你的钱包了？弄得小伙子百口莫辩，说不清楚了。就是你，这前面呢就是派出所，跟我下车找警察去。去就去，反正我也没偷东西，到哪儿评理我也不怕呀。就这样，2个人拉拉扯扯的就下了车。这种事儿，公交公司最不愿意管了，司机呀就把2个人放在了附近的站牌处。随后公交车就拉着剩下的那3个诡异的乘客开走了。走吧，老太太，哪儿是派出所啊？我跟你去。下了车，小伙子催着老太太去派出所评理，好证明自己的清白呀。小伙子，你应该感谢我，把你从那辆车上给救下来了。你救我？没想到老太太却并不着急了。老
老太太说，刚才呀，她在车上回头看，一阵风吹过，坐在后座上的那3个人呐，袍子都被吹了起来。她看见那3个人呐，都没有腿。等到第2天，公交公司报警了，说昨天晚上一辆公交车失踪了。又过了1天，警察在距离香山200多公里的密云水库发现了那辆失踪的375路公交车，车上打捞上来了5具尸体，其中2具是司机和售票员的，而另外3具正是那3个穿着古装的乘客，但一直无法确认死者的身份。令人感到诡异的是，那3具尸体已经是高度的腐烂，应该是死了很久很久才会这样的，与司机和售票员的情况完全不同。而据公交公司分析，车上所剩的油寥寥无几，根本不足以开到200多公里以外的密云水库啊！警察在打开油箱时，竟发现了类似人血的液体。那个小伙子和老太太很快被找到了。了解了当晚的情况，警察根据老太太和小伙子提供的线索，调取了公交车最后出现的地点到密云水库所有路口的监控录像，竟然都没有发现这辆出事的375路公交车。这件事儿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，成了北京市民街头巷尾谈之色变的灵异事件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如果您喜欢的话，欢迎订阅、转发和评论。再见。